好家伙，今天咱们要盘的这个剧，我的妈！开幕就是一股子10年前 YY 网文照进现实的离谱味道。电视里放着暴雪预警，氛围烘托的相当到位。而我们的男主李修远正搁那儿抱着领导的大腿，上演一出年度苦情大戏。他哭着喊着，说自己笔试第5，就因为闹分手错过了面试电话，求领导再给一次机会。哎，不是，哥们，你这理由找的，还不如说你家狗把手机吃了呢。把锅甩给女朋友，你这下头男的操作，我直接一个绷不住了。果不其然，领导根本不鸟他。镜头一转，我特么也惊呆了。男主被甩得血液街头，前女友静雅，咱们就叫她上岸姐吧，从一辆豪车上下来了。男主开始了他的舔狗回忆录，说自己为了她付出多少多少，又是省生活费给她交学费，又是放弃实习机会照顾他爹。他真的我哭死，但上岸姐表示感激不是感情。现在不爱了。好家伙，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上岸姐直接摊牌了，说自己就是嫌弃男主，然后隆重介绍了旁边那位商业部马秘书长的公子，他的新未婚夫，还一脸傲娇的表示自己能上岸能提干，都是人家一句话的事。我的妈呀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上岸第一剑，先斩意中人吗？这剧情堪称当代陈氏美性转版，强烈建议纳入 PUA 反面教材。看着男主在雪地里被无情嘲讽，我这头快要裂开了。就在男主悲痛欲绝，人生阴流到谷底的时候，端一道圣光闪过，他重生了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他直接开了2周目，独档重来到上岸姐跟他提分手的那一天。这逆天展开，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，龙王赘婿的剧本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这一次，男主可不是那个窝囊废了。面对上岸姐故作姿态的你是个好人，男主直接王霸之气全开，抢先一步点破他已经找好了马秘书长的公子当下家，然后把他的东西往外一扔，一个字，滚。哎呦，看到这我爽了，就喜欢这种不惯着的。可怜他爹妈还以为儿子失恋加考试失利，受刺激精神出问题了，还在旁边担心的不行。重活一世的男主手握剧本，自然是信心满满。他对着忧心忡忡的父母说出那句经典台词：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。哈人，中二病都快溢出屏幕了。他爹妈哪晓得这些，只觉得自家娃儿压力太大，开始说胡话了。男主心里门清，上一世因为前女友的 debuff， 他错过了替补进面试的机会。这一世，他要稳稳抓住这个捡漏名额。他爹还吐槽他面试都进不了，买啥子西装？但男主只是微微一笑，一切尽在掌握。果然，装逼的资本很快就到了。就在他爹妈以为他彻底疯了的时候，中北集团人事中心的电话打来了，通知他获得面试资格。我直接好家伙，这波操作叫啥？这就叫预判了，你的预判。看着他爹妈从震惊到狂喜，这家庭喜剧的氛围瞬间就拉满了。男主坐上前往省城的大巴，开启了他的复仇之路。第一步，吸取上一世的教训，提前1周就把考场旁边最紧俏的宾馆给定了。当他抵达酒店，正好撞见上一世把他坑惨了的上岸姐，因为没订到房，正在那撒泼。这姐妹儿看见男主，又开始了他的日常嘲讽，笑话他笔试第5还妄想上岸，现在才来订房更是蠢到家。男主气定神定，仿佛在看一个跳梁小丑。他只是淡淡的补了一刀，说现在才来订房确实挺蠢的，然后潇洒的走向前台，报出自己的预订信息，拿走了最后1间房的房卡。那一刻，上岸姐的表情比吃了3斤柠檬还酸爽。我仿佛听见了男主的心声：小样儿，上一世你让我堵车迟到，这一世这个 debuff 还是留给你自己吧。面试当天，上岸姐果然因为堵车姗姗来迟，被考官当场点名批评，可以说是开局不利。但她依然嘴硬，逮着男主继续输出，疯狂炫耀自己笔试第1，还有个马秘书长的未来公公，那副嘴脸就差把我有后台4个字刻在脸上了。终于到了面试环节，我愿称之为公考版《甄嬛传》。上岸姐一上来就开大，自我介绍时直接自曝：我老公他爸是马秘书长，请多关照。我的妈，这操作简直是致命空大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想走后门。考官当场警告，他这才蔫了。轮到答题，一道关于人际关系的题，他答得磕磕巴巴，逻辑混乱，最后只拿了75分，还觉得自己稳操胜券，真是普信女天花板。
轮到我们开了重生卦的男主了。他气定神闲，风度翩翩，对着同样的问题，从反思自身、学习他人、能力互补、创造价值等角度，层层递进，娓娓道来。那回答条理清晰，逻辑满分，简直就是行走的人事考试教科书。上岸姐在旁边看得一脸懵逼，甚至还打断考官，说男主作弊，简直是小丑行为的极致。考官们则频频点头，显然对男主的表现绝子满意。从元旦晚会的组织到自身优缺点的剖析，男主的每一个回答都精准地踩在了得分点上。而上岸姐还在那嘀咕，觉得男主回答的太怂，啥子事都要汇报领导。小的不，这就是学霸或学渣的次元壁啊！眼看男主的面试表现堪称完美，上岸姐的脸色越来越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小伙伴们觉得我们这位重生归来的龙王最终能拿到多少分，完成这波逆天翻盘呢？把你的答案打在弹幕上。